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浩和。中国这一次的军演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能轰的、能打的、能做 AI 的，全部都给他吹了去。因为这是一个大内宣的时刻，这是一个能把他们民族意识唤醒，甚至把他们的血性全部让他们苏醒的时刻。尽管我们在今天看到很多的影片上面真的太辣惨了，尤其你看到101的这一张照片，他说他是用无人机去拍的，结果把101全部拍了下来，结果这是什么？它是假的 AI 的而且这一次他们号称叫实弹演习，但是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它是直接往海里炸，而且还说全部命中目标，更代表一件事情，这个大内宣的意味非常浓厚。但对于老共来说，别人看我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我就是要做给中国人民看的，中国人民他买单就好。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你看到微博热搜的第一名，当军演一发生的时候，第一名叫什么？退货羽绒服兜里有机票，买家这个是否确认有白嫖的事情？有没有搞错？当今天中国正在搞军演的时候，他们竟然在聊羽绒衣的事情，大家觉得是一个笑话，但同时代表一件事：现在中共跟他们的人民完全脱节了，完全不同调。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生活能够吃饱喝饱，这才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宋哥，我们这几天一直谈军演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画面出来？对，因为在威慑台湾，没有。对中国来说，对老共来说，我要搞一个什么大外内宣，对，尤其大内宣比什么都还重要。但中国人民有没有买单？我的天哪，完全不买单！竟然给我在讨论羽绒衣。对，没错，中国呢浩浩荡荡的使出所谓正义使命2025的这个演习，哇，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军演啊，它当然目的呢，除了要震慑台湾。给美日看之外，当然有某些程度来说要做个大内宣。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说，事实上从今天早上或者从昨天的时候，你看央视或是各大电视台都一直在转播各种画面，这样不断的出来这样的状况，它是直接催泪的。对，你看有什么实弹射击啦，然后一大堆照片，说人抵近台湾，一大堆照片，哦，飞机啦、大炮啦，这样哇，看起来非常洋洋洒洒。对，看来是也撒了非常多经费。他想说，至少呢，在国内，中国国内要造成一个轰动嘛，大家要讨论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这个正义使命震慑台湾啊。对，就没想到赵，你知道吗？这个他们的中国的微博热搜里面，第一名居然是退货羽绒衣服兜里有机票，买家否认白嫖。这什么意思呢？100多万人讨论。对，没错。这为什么会讨论呢？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女子呢，叫苏姓女子，她在网络上买了一个羽绒衣，然后她从三亚呢飞到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黑龙江的哈尔滨，对，结果没想到她穿了几天之后把它退货退给买家之后呢，买家退给卖家，卖家在这个退的羽绒衣里面兜里面发现到有机票，这个穿过了，对你穿过了这样一个，那这件事情呢，居然在中国引起大家的讨论啊！讨论这个时候，你想说，这件事情居然力压，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第一名，对不对？对，我们看后面。对台岛已经到第7名啊，第7名了，他第1名力压这个，而且你看大家讨论的其实都没有在讨论这个什么军演，大家都完全不关心哈，那完全不关心的时候，就中国怒了。不行啊！你们怎么给我讨论这个东西呢？就来没多久之后，你知道这个苏姓的女子在网络上讲的这些话呢，没多久之后，她就晋升不止晋升，后来她就直接下架。下架的话，当然这样有2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她被大家网络上骂翻，就是说你这个明明就是穿着你白嫖这样的状况嘛，对。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中国说不行。这件事情大家都在讨论，卖个头轮啊，他就直接把它完全封网下架一个状况。他把账号直接 ban 掉。对 ban 掉之后，你看 ban 掉没多久之后，马上微博热搜第一名就是台湾2个字。对，然后还有什么台军承认什么5大演习区域这个进入涉海，这样一大堆就开始出现了。看到他是一路吹各种官媒给我发，各种影片给我发，是才吹到100多万。对，这个白嫖已经110万。对，其实中国人民他也跟我们是一样的，是他根本不会 care 啊。我要的是什么？我生活上面是没错，这才是我需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你老共其实他们也心知肚明嘛，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的也对这些事情来说不太关心的一个状况。而且石峰哥，这一次我为什么说中国真的是出于能轰能射，甚至能够 AI 的，全部都出来了。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一张照片，他们的无人机飞到101这边拍，就没有多久
直接被打脸的。对，没错。今天早上的话，大家在讨论这个照片，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对，照片就中国公布一个大概约莫是这个10秒的短片，它的短片叫现场视频啊，然后再配合说解放军无人机视角看台北101大厦的这个状况，然后俯瞰台北101的画面曝光等等的这个字眼，他就说我们这是军演的现场的这个画面。对，但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看起来蛮低阶的哈，然后你还勉强可以看到什么大巨蛋啊、101还有周边轮廓，然后还看到有个民航机从这个天空飞过这样一个状况，你会觉得哇，好像是真的一个状况。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说法，就是有人就说，没有，这好像是从我们这个某一个这个所谓这个芝山眼他们附近的这个碧山眼附近的这个 camera， 当然很多说法。你说他是用台湾的镜头很多说法，对，很多说法。但是我们用 Google 的 Gemini 还有这个 ChatGPT 分析，就这些照片极高几率是电脑合成的影像，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无人机飞越台湾的这个分析的这个拍摄。可是中国照样弄出来啦。你说照弄出来啊？因为我是要给我们中国人看的，不是给你们看的。这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爽就好了。反正呢，我就是这个照弄，那我不尴尬的话，尴尬的就是别人，就这样。反正我就是弄出来了，你们要不要信那是你们的事情，反正我就是弄了，就这样哈。那你看，除了这个101这个大厦这个状况来说，大家看得非常的有意思之外，你看，但是他还是有释出一些影片啦。对，他说，你看他们的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就说，你看我们演训，你看实弹哦，对，你看有个火炮部队，然后火炮部队，然后天亮还没有天亮就开始准备了，然后天亮后就开始进入发射阵地，发射阵地之后，你看架起这个发射架，整个角度都调好之后，就开始咻咻咻朝天空射了非常多飞弹，然后飞弹这个射出去，你看后来还说命中。精准命中这个目标，但是问题是没有任何把握啊，他就直接掉下去，反正掉下去有火花溅起来，在炸鱼，对，炸起来就说，我命中，就这样，他就说我们完全命中，这样。他讲得非常大声，问题是你这个在炸什么东西，大家也看不清楚。好，那除了有这个画面之外来说啊，他们还用了很多 AI 人工智慧的一些影片。这个影片是什么呢？它叫什么？连舞群歌斩独岛哦，还有个独岛台独的这个独岛哈。对，那里面有我觉得他做的还蛮有科技感，什么意思呢？你在称赞他，我就说那是科技感，但是问题是就是假的嘛哈。他用什么？高空有什么群鹰啊，鹰群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就有老鹰飞过的这个画面，然后水下有鲨群鲨群就是水下有无人潜舰，对，然后水面上有鱼群，就是无人坐艇这样一个状况，然后有低空还有微型无人机，然后山地还有说狼群，就机械狼。还有这个城镇的猿群人形机器人，化为解放军的各种无人武器。赵文，你听到会不会怕？你该怕了吧？有鹰有鲨，你该怕了吧？有猿，都是无人机。你看有老鹰，然后有鲨群，然后还有鱼群，然后还有包括狼群、猿群，哇，各式各样的动物都跑出来了。我相信大家看的时候的确可能会会心的微笑一下，就因为就是 AI 合成影片嘛，好，那我们讲除了这个 AI 合成各式各样的无人机之外来说，你看他们还弄了很多影像出来，加上他还弄什么绕台军演，然后有很多影像出来嘛，你看这个视角，然后就进逼，对不对？然后他进逼夺权，然后主逃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一大堆的这个字眼，一大堆，你看很多画面，问题是中国网友就说什么，这个为什么都是这个老旧的画面？我想看看这个即时最新的。中国网友直接吐槽，对，没错啊，这个以前我就看过了，这个标语，大家都说这个是旧的嘛，这个影像好像似曾相识啊，对不对？而且我就跟他讲，如果现在的台海的话，天气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大家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子？这好像是旧的嘛，哈，所以我就想，现在大家都其实不太相信，好，那不止不太相信，大家还说什么？你看他们还发了什么？这个你看哦。丰港断线，这个照片，你看它你看它里面有一个锤子，锤北部，还有锤南部，还把这个毒有没有？对，把它锤掉。你看，把这个北部的台北港，还有南部的高雄港，把它锤下去。你看，他说丰港就意思就是让你的港口没办法运作嘛，哈，所以它显然就是这个意思嘛，哈。那就让你的能源没有办法进来，对，因为我们台湾的能源线听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天然气只有14天嘛，好，我给你断港，你就完蛋了哈。就没想到我们就问，当然我们很关心说，台电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船有没有入港啊？哈，然后这个我们台电的董事长就说，中国军演不是第一次啦。今天早上的台电的这个天然气船都有顺利的这个进港了，因为因应这类的状况来说，台电都在能源储备的工作上面都有在进行。不是，所以这个天然气船。对，照样进来，照样进来，你不是敲了吗？对，你不知道断线跟封港吗？对，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讲，照理说，如果真的是兵凶战危的时候，因为基隆港可能也会被人家封嘛，哈，就没想，我就想，
这个因为过几天是这个要过年了嘛，就没想到，你看日本的顶级邮轮有飞鸟2号啦，还有日本玩两艘邮轮哈，然后就不为的这个中国的武力威胁，他按照既定的行程，一共搭载了1000多名的国际旅客，准备在高雄还有基隆跨年。也就是说，有一个船到基隆，有一个船到高雄。对，这样不是你要疯吗？他们照样来啊！他从神户港对，到这边，到高雄。对。不是现在是兵凶战危吗？是啊，对我们他不是贴了好几块就在这个地方吗？你照样还是过啦。过了之后，你看它还是这样子啊，就是飞鸟2号从神户，然后到基隆，然后到这个高雄，那准备在高雄这个所谓的过年嘛，好，那还有另外一条日本丸是在中国宣布要围台军演之后，昨晚从冲绳的这个石垣岛出发，对，然后这个在海上漫游之后，到今天早上8点抵达宜兰的这个苏澳港的那个状况，然后再从苏澳港呢再来到这个我们基隆港，对，所以这没有在害怕啊，根本没有在管你啊。那到底说，那这个事实上，中国这次军演大家都知道嘛，它就是为了第一个在大外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为了要安抚他们国内的情绪骚动。我们讲每次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要掩盖国内某些问题。那国内到底哪些问题？我跟他讲，实际上最近中国内部有非常多抗议。包括说像一般农村的抗议，还有一般民众的抗议，甚至这几天的时候，在四川爆发了非常大规模的抗议。这个抗议什么？这是外送员。为什么？你看他们齐聚在什么地方？他们齐聚在有一个这个华城国际商城。对。那因为他们就说，不行，你要骑到这里面来说，我们不让你骑进来，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就架了这个路障就不让你骑进来，不让你骑进来之后，不让你送餐。对，没错。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抗议，就说，那你这人超多的。对，没错，你看，然后就这样大量人群聚集。然后也当然公安就来啦，晚上大家看怒火中烧，那些外送员就清路障啊，路障把它清掉，把它踢掉之后，然后硬是你看就骑进去，他就直接踹了，把路障踹掉，然后骑进去，然后还有外送员一直不断按喇叭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公安还搭起人墙，你就知道，你看搭起这个防护线，对，你迈过来，所以呢，事实上现在中国内部有非常多这种抗议的声浪在这边，而且不要忘了，外送员现在是中共最害怕的。对，他们是底层，是很辛苦的人，是我们都是革命哦，都是最底层的，开始那边烧，没错。结果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制止这件事情，你人这么多，还去直接踹，公安是在旁边，我照样踹你的。对，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在关心这个所谓军演，就是他们其实底层的生活过得其实并不愉快。好，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四川的这个部分来说，广西也是啊，广西也有一个外送员呢，他遭到保安阻挡，就说你就不能够过来啊，然后结果没想到他就说，如果你看他就2个就开始吵架，然后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动手，我就捅下去，就准备拿刀要这样互相，就2个双方就这样子，你看这边争吵，因为什么？因为不让人家进去小区里面，他就不爽嘛，对。然后呢，12月15号的时候，广东珠海还有一个外送员被交警追到无处可逃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他最后只把交警引到一个巷子里面去毒打他。等一下，他把交通警察拉到巷子里面去打，因为你要开我罚单嘛，你一路追着我嘛，那我没有犯罪，因为现在中国很多交警是乱开罚单。因为他为了要年底业绩，结果没有他这个小哥不爽，就真的把他揍了一顿。所以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了。对，没错，你不让我活，我就让你死，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跟你讲，事实上有这么多的话，我都跟你讲，一般底层的民众过得并不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画面，在网络上也大家在讨论，怎么讨论呢？就有网友在这个抖音，你看他实名哦，对，他有他的身份证哦，我要当志愿军。对，没错，他就说我愿意吸全家到台湾来。然后说服台湾当局推动台湾两岸统一，如果无法完成目的的话，愿西家留在台湾当人质，永远不再返回大陆。假反串，对，也不再为国家添堵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你可以来台湾过生活嘛，就只是这么简单，离开中国这个地方到台湾来，然后就没想到里面还有一堆志愿军，大家都说我来，让我来，这种好康的要让我来啊，大家都要来啊，所以我处理。对。如果你说让我到什么美国去处理这，那或许很多人也愿意，所以我就说这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反串。所以我就跟他讲，事实上这些都可以表示出目前中国人民心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大家对这个军演，你在这个时候，你说真的，军演对中国这个经济当然是更雪上加霜，大家当然对你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责任更加的会有所质疑嘛。这对中国经济也不是好事啊，所以才说这个中国民众或许也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国正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年轻人很惨。外送员非常惨，结果你说现在更惨是什么？中国的老年人，我想老年人不就是这样吗？你辛苦了一辈子干嘛？退
退休要干嘛？养老，我就拿着退休金就好。结果你说没有，现在中国的老人比什么都还惨，做牛做马。前半段，没想到这一辈子真的都是牛马了，所以大家都以为中国都在乐意，都在看所谓的“俯瞰台北，加油，都到台湾”这个影片吗？其实不是，他们乐意看的影片是什么？25号 PO 上哔哩哔哩的一个影片，讲的是什么？一个上海松江地区一个70岁的老人，竟然半夜还跑出来打工，而且出来打工的时候，其实几千个人在抢工作，因为你不早一点去，你抢不到工作。然后他们讨论的是什么？因为子女养不起啊，儿女没有钱养啊，那退休养老金只给他100块、120块人民币，连抽包烟都不太够，抽烟的钱就不够，然后只好出来打工，看一个月能不能抢到20天的零工，可以赚4000块人民币，那自己开销还有2000块，然后其他剩下的人就过年回家。就是过这样的生活。他说什么？我是从14岁哦，14岁出来打工，50岁到上海，那这个当然是讲脏话。对，70岁还在外打工，那再来是求什么？如果我人生能重来，就是投胎了，干脆我投胎啊！如果能够当个老板赚钱有多好？这代表没有希望。从以前一路打工做牛马，退休应该想得清楚。就是你刚刚讲，他一个月只给他台币537块，就是人民币120元。然后结果我71岁还在跟大家抢工作，结果你看到不只有上海哦，很多地方通通都是这样的。这个就变成全中国是现象，你没有养老金，小孩养不起，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搞到这样？你看上海曾经是金饭碗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影片会吸引大家？上海还有几千的人在打工抢工作，那以前的上海是怎么？我告诉你，2005年到2012年习大大上台之前，中国发生的所谓的路易斯拐点，就是人口产生变化，就是出生变少，然后越来越老化，所以农民工就会缺工，到处都是工人荒。然后那时候多好，因为上海地区因为抢工人，你只要介绍工人进来，入资金就有1万块人民币，所以那时候上海是金饭碗呢，到处抢，因为人口发生了变化，然后经济又太好，所以那时候只要你能介绍入资金，还有1万块。到了2012年到2022年，足缺工缺8年，知道吗？一个是当然产业转型，很多高科技进来，所以很多的年轻的工人就跑去打所谓的半导体啊，去中心啊，去好工作。但是老的，他也不太愿意，工作环境没有很好，所以就有工无人做。8年缺工，现在竟然搞到怎么样？上海现在失业率已经到16.9%，就17%，整个上海就变成几千个人在抢工作，年轻人失业，老的没有养，退休金太少，所以这个不是普遍现象哦。从武汉、合肥、上海，到处都是打零工的现象。武汉凌晨4点，我以为只有上海，这一群人求活路，你看那画面。哇！凌晨4点，我们还在睡梦当中，他们都来抢工作的，这么多人，他连帽子都直接戴好的，所以军演的画面一出来，大家在讨论的反而是，以前是一工难求，现在为什么半夜3点就要出来抢工作？那为什么国家要做了什么事情？国家为什么不好好对待我们？他们讲得清楚哦。刚才不是讲120块吗？其实今年有调很多了，有调上来不是很多，调了20块钱，然后所以是143块。所以那刚才的新闻讲的不太准，现在是143块，调了一个月新台币639块，多了退休金，好不好？102块，所以有调。但是他们就比较出来了，3艘航母你光建造成本就要1000亿人民币哦，还不是台币哦，你造了就光航母而已哦，然后你再把全国他们把它拿出来，全国农民的养老金其实补贴的金额才2000多亿人民币，好，这是他们算出来，结果你光军费1兆7800多亿，军费是它的8倍之多，难怪他们网民看了那个影片，下面在讨论什么，你知道吗？中共就是无法解决内部的经济危机，才来打台湾，转移矛盾，然后就是裕民有术，治国无方嘛。因为你国家太惨了，然后你就是拿养老金，宁可给人家只给20块钱，让他去打工，半夜70岁打工，还要造航母嘛？那金额一比差这么多，然后俗话说3天不吃饭，什么事都干，但是中国都没饭吃了，也不造反，中国人真的很好管。然后这里讲得更清楚。坐标上海，所以你看坐标，他们在讨论的是坐标上海哦。凌晨4点了，有人跑出来抢工作，然后庆祝中国解放军包围台湾。其实讲的就是反话嘛，这还不是只是上海问题哦。如果把全中国拿来看的时候，他们就在呼唤了，这是12月28号、哦，就是这2天的新闻。然后一大堆人3、4点都在寒风苦等零工啊，然后很多人是70岁老者，也有20多岁的。他说他们或者是我们的父亲、兄弟、丈夫，
儿子，还有妇女。通通所以是从年轻到老的，通通都来抢工作。对，然后他们讲，他们数以千万计引入尘烟。对，引入尘烟这个词为什么会被他们特别拿出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词，你知道吗？也是在暗示中国的真正问题，其实不是包围台湾或中国多伟大，而是你到底有没有对农民工、对整个底层工人很好。引入尘烟是2023年《纽约时报》说这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对，那电影演的是什么？一对老农夫妻的故事。那这个老农夫妻的故事，真正描述的是什么？中国农村的衰败，底层人民生活有多苦，被家庭抛弃一样嘛。我们看到上海的问题嘛，子女你也失业养不起嘛，他没有钱养。对，贫困嘛，120块啊，现在143块，你怎么养得起你？发生病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最后怎么样？主角是最后的悲剧结局，当然就亲身结束他们的生命。当年度最好的电影。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只要讨论这些事情，都讲引入尘烟这4个字，它变成一个讯号，一个标语。对，然后也在讨论了，这也是最新讨论了29号哦。中国残酷的真相是什么？你就是让一堆农民工或者是底层人过这么辛苦，所以他们的轻生率是全世界的第1名。然后，所以大量人都在引入尘烟，甚至他们还在讨论一件事情：美国有所谓的斩杀线，意思就是你的所得一旦掉到一个水平以下，你就会生活很苦。可是同时，他反过来在讲什么？你只要成为打工人，中国政府根本不想照顾你，照顾的太少，给你很少钱。所以，中国官方的《中青报》自己说，当初的政协委员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推行农民退休制度，洗脚上田，老有所养，让这些人能够养好。但是偏偏他们不愿意改善，他们农村养老制度的覆盖率很低。简单来讲，就是 GDP 比重只占3%。你知道，一般发达国家会有20%到30%，拿国家赚的钱来好好让这些曾经打工，刚才讲了14岁就打工，打到71岁还在打，你有没有好好照顾他嘛？所以根本不看影片，看的是什么？你只是一个穷兵黩武，却不愿意改善人民生活的地方。国民2，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是什么？这一次的军演 AI 非常多，能射能打的，还有炸鱼的，通通都来。但我们要看门道。你看到今天这一张图，大家都在讨论，就在中国围台军演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太对劲哦。美军的无人机也到台湾的上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讯号应该说了，其实这种无人机来讲，基本上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MQ-4这种无人机那其实它从哪边飞大家会问说，它从哪边飞？大概是从冲绳基地起飞啦，然后冲绳基地起飞之后呢，其实那绕到台湾的西南边做什么？来做你说监看也好，或是说帮忙台湾看住中国军队有没有在那边蠢动也好，还是说它是变成说交通警察来调解两方的纠纷？其实都好，为什么都好？因为其实美国其实不太希望两岸真的打起来，这是他们的希望。那其实你会觉得很奇怪，说我们到处在问说两岸都要打起来的，大家都会说你的航空母舰在哪里？结果我们发现说航空母舰其实不在我们这边的，其实在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呢，美国他会派遣说他的监侦兵力，这个才是联合勤监侦的兵力的一部分那我们常常说国军会发挥什么联合勤监侦，其实美国就秀给你看秀给你看说他们还是出动无人机因为无人机的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万一它真的被中国打下来，它是无人的嘛。那第二个其实。我相信其实中国知道，我们也都知道，然后美国也都知道，我就派遣说，你这个无人机来这边你说介入也好，然后呢挡在这边也好，我就看你中国敢不敢打。而且你看到他来的这个地点刚好也是军演区，他们是有画，而且这边是最接近台湾的，对，而且跟巴士海峡是有关系，所以他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什么战略意义吧？应该说了，比如说像。今天下午公布说这27枚火箭的落点没有落在这边落在这个区域的比较上方一点那其实美国也是演给中国看说，我已经派遣无人机去了而且这架无人机算是军机对，军机说我派遣军机你敢不敢打那其实中国其实在这次封控的时候它有留东北边一条路给日本，你还记不记得？对，其实他也是怕说看日本敢不敢动嘛。对，那其实美国也是如法炮制说我派遣一架无人机来，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昨天不是吵说一架无人机把我们的101空拍，那是真的还假的没关系。
那你派无人机，我有无人机啊，不然美国也有无人机啊。那我的无人机呢，还是从更远的地方哦，从冲绳基地起飞，然后慢慢的绕到西南边，然后长时间定在那边，它可以定20个小时以上啊。对。那当然了，其实我方也不能示弱，我方不能示弱，就是说国防部呢也公布了一系列的一些监侦的照片。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除了是由上是往下，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角度，而且他把它监控的完完全全的。哎，我们要说了，其实你看到这些所谓黑白照片来讲，基本上讲这个叫做 sniper 侦照夹舱啊。那 sniper 侦照夹舱那个制式编号是 ANAPQ 哦，这个型号我们先不用记，反正说它能看多远呢？它不远啊，100多公里，其实蛮远的。100多公里哪里不远？我想其实蛮远，就是说台湾海峡平均宽度不到200公里嘛。那其实它的sniper 侦照夹舱，那最大的侦测距离它可以到150公里以上但是天候状况良好的情况下那其实这种所谓红外线侦照夹舱，它有一个特点说它不用发射雷达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空军的战机在天空上侦测的时候，它是用雷达波嘛。那但是你一开启雷达波的时候，其实敌方就知道了。你还记得应该是2个礼拜前中日军机雷达照射事件？对，就是说中方开启雷达，但是日方战机知道。但是这种所谓的侦照夹舱，它算是被动式的，就是说它透过光学影像得知说长距离之外呢有若干的敌机。对，那其实从这个外形来看的话，就可以大概分辨出说，这个是歼10啊、歼16、歼16D 甚至还有所谓空警500啦，然后运油20等等这些呢都是被我们的侦照夹舱所看得到。国民哥，所以想问一下，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张照片，过去可能是这样子拍，它等于是这次是由上往下拍。应该说了，其实像这种所谓侦照夹舱它的运行高度可以到达5万尺，5万尺蛮高的那其实为什么会这种角度？那表示说我们受拍机在低位那我们侦照机在上位，那其实才会有这种不同的角度嘛。对。那还有正面的，还有侧面的，还有什么的？那其实表示说我们在这些共机侵犯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得到，因为其实大家看来看去拍照来拍照去没关系反正我们讲白点大家都是打工仔大家讲白点打工仔，你拍完照大家就回家吃饭嘛。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